罗技矮轴键盘到底是在割韭菜，还是必备的电竞神器？我丢，罗技 G515 Live Speed， 罗技 G515 Live Speed TKL 矮轴薄型键盘。来开箱啦，打开包装。我丢，这个是本体，说明书2张。我丢，电脑的延长线。我丢，延长的转接头。我丢，拿出来，看一下这盒子里面。我丢，没了。我丢，看到本体的部分。我丢，这键盘的质感真不错。看看侧边的地方，哇，有够薄的。背面有什么？这个无线接收器。我丢，这部分不见，收回来。今天这一集不讲品牌信仰，直接从阿肥的使用者体验下来分享。挂菇菜，常常有人说矮轴就是烂，会误触键帽，还会乱跳。来，我们直接来看看轴心。这款键盘采用的是矮茶轴的设计，传统的机械键盘的键程大概是4米左右，而这一把 G515 它的键程只有3.2米，它的触发点呢更是短到只有1.3米而已。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行程变短，反馈的时间就会大幅缩短。理论上来说，触发的速度就会更快。所以在游戏上面，不管是玩 FPS 还是 Dota， 也许这短暂的0.0几秒就是决定你胜负的关键。但是行程这么短，难道不会误触吗？以官方公布出来的资料，这一颗轴体它的触发压力是在45克，这个数据跟传统机械键盘上面的茶轴它们的触发压力是一模一样。它并没有因为它变矮，使用矮轴的关系，官方就去降低它的弹簧压力。而这个设计的好处，它就体现出来了。实际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管我的打字速度有多快，或是玩游戏的时候有多激动，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一次是误触的这一种状况发生。而且它键帽轴体采用十字轴心，搭配周围的这一个加固防尘壁的设计，整个的摇晃程度其实非常的低，完全不像一般那一种便宜的矮轴键盘一样松垮垮的。再来，我们看到键盘的外观部分，这是一款短版的矮轴辅导式键盘，采用80%的 TKL 设计。TKL， 我比较喜欢 CK。它跟一般全尺寸的键盘最大的差异就是少掉最右方的这一个数字键。在游戏电竞上面，多数的玩家会推荐使用短板键盘，是因为拿掉数字键之后，可以有效缩短你双手跟肩膀的操作距离，让你的身体结构的姿势呢更加的放松，进而可以提升你的反应能力。而这款键盘的底部，它配置了2段式的支架，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使用习惯来调整键盘的高度。但在这里，阿肥可以给你们一个建议，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子调整，选择你自己的这一个适合键盘脚架的高度，请直接参考你的坐姿。当你手摸到键盘上面的时候，注意一下你手腕的位置，千万不要让手腕过度的向上背曲。所以简单的检查方法就是，只要打字使用键盘的时候，你的手腕处产生了皱纹，就代表角度不对，你的手腕承受了太大的压力。这时候你只要调整你的坐姿跟键盘，让你的手腕不会产生皱纹，这样就好。这个才算是比较适合人体工学放松的这个角度。再来，我们翻到键盘的上面的位置，这里配置了 USB 与蓝牙模组的连线切换按钮，你可以同时在桌机、笔电多款的设备当中秒切换来使用。最旁边还有一个独立的游戏模式切换键，打开之后可以防止你在玩游戏玩到正激烈的时候，不小心误触到像是 Windows 的按键，直接导致游戏退出的这一种惨剧。再来，单独我们看到键帽的设计，这次厂商给的很厚道啊，它是采用双色的 PVT 键帽，比较不用担心像传统的这一种 ABS 键帽用久了之后会打油啦，变得脏脏黏黏的状况，并且啊，它是采用双色的按键，不像是之前用印刷的这一种材质，你的这一些键盘上面的字都是一体成型的，所以不会出现你的字体掉漆、掉色不见的风险。并且这个键帽啊，在设计的手感上面，表面呢略带一些这一种磨砂材质的摇手感。这个摇手感啊，就像是你在每一次打字的时候，手指头会有一种很有信心的感觉，就是不怕手滑的那种感觉。手滑，佛叔应该好好学习一下。然后我最喜欢的是，跟以往的那种红轴的键盘直上直下的无聊感不一样，茶轴它本身多了一个段落感，在你每一次按压下去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它带有一种微阻尼的这一种回弹手感。我必须要说，这是我刚拿到这一支键盘的时候，我会有一种让你打字打上瘾的这一种感觉。对，都是听我在讲，我觉得我真心建议你们去实体门市去摸摸看、打打看，你们就会知道我所收的手感是什么样的。再来，它的重量是880克。坦白讲，拿在手上不算轻，但是啊，它非常的薄，最高的这个厚度才2.2公分而已。不论你今天是要拿出去出门办公，或是去现场打比赛，随手丢到背包里面，都超级好收纳携带。讲完了这些优点，阿肥的大实话哦，缺点时间来啊！我实际使用这一把键盘，将近快1个月的时间了，替换掉了原本长期使用的这个罗技 G613。刚开始的几天呢，我真的是非常的不习惯。为什么呢？因为我少了非常多独立的聚集按键。
如果跟阿飞一样曾经是这个魔兽世界的老玩家就知道，这种独立的聚集按键有多方便了，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打开罗技的这个 G Hub 的驱动程式，你可以在里面自由设定1680万种颜色的这些 RGB 的灯效动画，非常多种的选择，你绝对可以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一个配色，甚至它有支援 Key Control 的功能。简单来说，你可以指派一个单一的按键去进行不同的聚集操作。但我必须要这么说啊，虽然它可以透过软体来完成类似独立聚集按键的这一种聚集操作，但是它的肌肉记忆的成本是比全尺寸键盘带有聚集键的这一种键盘来的还要高的。过往我使用过的 G613，它就是非常的简单粗暴，直接往左手边的 G1、G2、G3 按下去，它就直接执行聚集了。但现在用 G515，你的操作就要变得比较细腻。所以阿肥是会给一个建议，如果你今天是像这一种玩魔兽世界你需要大量聚集的操作，我认为全尺寸的键盘依然还是非常适合你使用。这把 G515呢是专门生来给职业的 FPS Dota 追求这一种微操、手速以及桌面空间的玩家来使用的。最后面要讲的是机械式键盘最让人家阿杂的噪音。我必须要讲这一款罗技的插轴设计的非常的好，它每次的触及啊，实际测试大约是在35分贝到40分贝。这个声音呢，其实已经比大多数的这个房间里面的底噪还要来得低了，所以你在房间打游戏，你就不太需要担心会影响到旁边那个睡觉的人，兄弟们。总结来说，我认为这就是一笔科技债，你实际去买来测试看看就知道。所以阿肥自己是这样推荐给你们：你有移动环境、携带出门的使用需求，你有在追求桌面需要极致的干净整洁的需求，你自己是 FPS、Dota 类追求这一种极致微操的玩家。你本身就喜欢短轴短板的键盘，但你过往遇到了地雷，这一次想要试试看提升使用者体验，或者你想买一把既有机械手感又不会吵到人的礼物送给女朋友，是我太任，拜拜。